贞观2年，旱灾肆虐，赤地千里，漫天蝗灾紧随其后，遮天蔽日，所过之处寸草不生，百姓求神拜佛，百官束手无策。当朝皇帝被迫下罪己诏，向上天请罪。别人穿越秒天秒地，我穿越连个系统都没电，还得等1个月才能启动，这可怎么活？满城百姓都在看朕的热闹，这罪己诏，朕写的真是憋屈之极。旱灾、蝗灾肆虐，陛下您下罪己诏也是为了安抚民心。可若是蝗灾解决不了，今年粮食锐减，关内度几十万百姓，怕是要活活饿死，这该如何是好？臣也是苦无办法呀。陛下，事已至此，先进去喝杯酒吧。这家小店是臣常来的。那便进去吧。老杜来了啊，今天还带朋友来了。小林掌柜，先上3两酒，再来份下酒菜。我今天去后厨给你们爆坛好酒。老杜，看你朋友这愁眉苦脸的样儿，肯定是生意亏了吧？老哥，不就是生意上遇到点挫折吗？保证你喝完这酒，心情大好。你小子简直是找死，连陛下的肩膀都敢拍。这酒的味道怎能如此清香？这可是我自己酿的绝世好酒，外面可喝不到，尝尝。我从没喝过这么好喝的酒。怎么样？我这酒放眼整个大唐都找不出第2家吧？真是绝世佳酿啊！小兄弟，你这酒究竟是如何酿造的？这叫养生酒，里面加了上好的枸杞和当归。就你这天天愁眉苦脸的样儿，每天喝上2杯，保证你精神焕发，做起生意来如虎添翼。真是痛快呀！哈哈哈哈哈哈！老弟啊，借着酒劲儿，老哥哥问你句掏心窝子的话。你说当今圣上颁布这罪己诏，在你们眼里看来，真就是个笑话吗？老哥，你活够了别拉上我呀！明目张胆的议论当今圣上，可是要杀头的。你这小子还知道议论陛下要杀头？你刚才还拍着陛下的肩膀称兄道弟呢。老弟莫慌，这店里就咱们3个人，我就是好奇罢了。林小兄弟，这里没有外人，说说你的看法呗。那我可就直说了，当今这皇帝啊，什么都好，就是抗压能力太差了。此话从何说起？这么点小事就写什么罪己诏骂自己，这不是抗压能力差是什么？
林小兄弟，你有所不知，如今大旱导致蝗虫满天飞，漫山遍野的庄稼被啃食殆尽，满朝文武束手无策，根本无人可解呀！那是他们无能，不就是区区蝗灾吗？若是交给我，2分钟就能给你们彻底解决。林老弟，你莫不是喝多了？朝廷百官和钦天院都束手无策的天灾，你2分钟就能解决？林小兄弟，这话可不敢乱说，凡人岂能抗衡皇神降下的神法？别跟我扯什么皇神不皇神的，那是无稽之谈。蝗虫就是普通昆虫而已。老弟，既然你说不是神法，那这铺天盖地的蝗灾究竟从何而来？大旱之年，江河水位下降，大片河床和荒地裸露，这就成了蝗虫产卵的最佳温床。气温一高，全都孵化出来了，可不就成灾了吗？老弟大才，那该如何根治？简单，在这帮虫子孵化之前，提前在虫卵密集区域喷洒石榴合剂和波尔多液就行。跟你们说这些等于对牛弹琴。总之，这就是用几种植物提取素配制出来的农药。这玩意儿喷在地里，不仅能把虫卵杀死，还能顺带当肥料用呢。配方我随时能给你们写出来。满朝文武束手无策的千古难题，在这小子嘴里，竟跟喝水一样简单。大唐若有此法，何惧天灾？林兄弟，这药方你开个价，多少金子我都给。什么金子不金子的？你要真想要，我写给你就是了。白给？几十万条人命呢，我还能跟你谈买卖？真能有效？当然，还有个事儿，其实你们都搞错了。蝗虫不但不会让百姓挨饿，反而能帮他们填饱肚子。什么？填饱肚子？这虫子吃庄稼也就罢了，人怎么能吃虫子？这你们就不懂了吧？掌柜的，您的下酒菜来喽！这就是你说的填饱肚子？这可是皇神，吃下去会出人命的。林老弟，这东西看着就恶心，怎么能吃呢？什么皇神害虫？这可是富含优质蛋白的大补之物，懂不懂？优什么白？跟你们解释不清。总之就是吃了对身体好。外酥里嫩，满口留香，你俩真不尝尝？这小子吃个蝗虫，居然还吃出山珍海味的感觉来了。老杜啊，既然林兄弟如此盛情，你便替我先尝尝鲜吧。啊，我？我吃。可是中毒了，赶紧吐出来。老李，这玩意儿是真香啊，简直比宫廷御厨做的烧鸡还好吃。当真如此美味？竟然毫无腥气，满口异香，简直脆不可言。我就说吧，配上我这小店的酒，那才叫一绝。你俩刚才不还恶心的要吐吗？这怎么抢得比谁都快？
刚才谁在喊这是污秽天谴？脸疼不？林老弟，莫要取笑，实在是此物太好吃了。林兄弟，要是早点让灾民知道这东西能吃，何至于饿殍便血？掌柜的，弄2个下酒菜。好嘞，马上就来。老李、老杜，你们路子野，把治皇的法子献给宫里那位憋屈的皇帝，准能换大钱。万一皇上龙颜大悦，给你们个一官半职的，可千万记着拉兄弟一把。陛下，此子出言轻王，但想法新奇。他到底是什么妖孽转世？管他是什么，这个人，朕要定了。回宫，朕明日朝会要让那些只知道知乎者也的废物们亲口尝尝这天谴的滋味。给这么多，看来以后得天天给他们吃蚂蚱。等系统充能完毕，小爷我就能在这个时代彻底躺平了。掌柜的，弄2个下酒菜。好嘞，马上来。赵老哥，那个姓林的最近生意也太好了，我店里的客人都被他抢光了。可不是嘛，我那条街上的熟客现在天天往他那儿跑。赵老哥，我听说那小子背后好像有人，要不要先摸摸底？我早就派人摸过了，那姓林的在这长安城里不过孤家寡人一个，毫无人脉背景。那赵老哥，您的意思是？明天带人去他店里要个说法，他识相的话，还能给他留条活路；不识相，就别怪我不客气。成，那就定好了，要那小子好看。蝗灾一事，你们还是没有应对之策吗？启禀陛下，皇神降灾乃天人感应，如今陛下已颁布罪己诏，想必那蝗灾不日便会退去。是啊，陛下，罪己诏已感动上天，只需静候天时即可。够了！别拿那些虚无缥缈的鬼神之说来糊弄朕。昨日一位高人的话点醒了朕，那东西就是地里孵出来的长翅膀的虫子，跟苍蝇蚊子没什么区别。陛下，这天降蝗灾历来无法根除，不知陛下口中那位高人有何妙计？这是那位高人给的农药配方，喷在虫卵上能杀虫，不伤地，还能当肥料。农药？听都没听过，陛下莫要被骗了。是啊，陛下，蝗虫若是这般好治，何至于千年以来都束手无策？哼，朕知道你们不信，来人！今日，朕就当着你们的面验一验这农药的真假。这怎么可能？蝗虫真的被杀死了？哼，还不止如此。来人！你们都看好了，此药不仅能杀蝗虫，还能肥土，这简直是神物啊！陛下圣明，陛下圣明。陛下，这药虽好，可蝗虫已经飞出来了，怎么办？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庄稼被吃光吧？对啊，陛下，天下那么大，几百万亩田地，哪来那么多人手去喷洒？等药配好，庄稼早被吃光了。
这法子只能救1亩3分地，救不了整个大唐啊！朕今天就让你们这帮井底之蛙见识见识，什么是通天之策。来人，传膳！传膳！陛下，这食盒中是何物？打开一看便知。这是蝗虫！陛下万万不可啊！此乃灾物，怎么能够食用呢？陛下三思，此物绝对吃不得啊！陛下三思。谁说吃不得？杜相，你示范一下给这群孤陋寡闻的东西看看。臣遵旨。杜大人，你疯了！你们懂个屁！这是人间美味。克明，你尝一口，你绝对不亏。克明向来沉稳，绝不会拿性命开玩笑。难道这东西真的能吃？毫无腥膻之气，反倒有股奇异的肉香。现在还有谁觉得这蝗虫是不可触碰的天谴？陛下赐食，臣自当生吞活剥，以报国恩。竟真如房相所言，酥脆无比，毫无异味。是不是觉得朕让你们吃虫子很荒谬、很残暴？臣不敢，只是此等秽物实在有辱斯文，有辱斯文！你们整日满口天降责法，朕问你们，蝗虫是不是从蛋里孵出来的？自然是。既然是虫卵孵化，为何不找到虫卵提前消灭？为何不让百姓多养鸡鸭去吃成虫？就因为你们这些人的无知，满口天人感应，误导天下百姓挨饿受灾。你们除了逼朕认错，还有什么治国安邦的良策？臣等愚钝，陛下圣明。陛下治蝗之策犹如拨云见日，臣恳请将今日之事记录史册，昭告天下，破除民间迷信。臣附议，此举定能让百姓群起效仿，蝗灾必解。准奏，即刻拟旨，将新册发往各州县。克明，你说那小子到底是怎么想出这些法子的？农药吃蝗虫，朕活了这么多年，竟从未想到过。陛下，小林掌柜其人臣也看不透。说他是个奇才吧，平日里懒懒散散；说他是个庸人吧，一开口又语出惊人。不管他是什么人，这等奇才，朕一定要收为己用。备车，换便装，朕现在就要去见他。陛下，天色已晚，要不要明日再？等不了了。万一那小子被哪个世家抢先拉拢过去，朕哭都来不及。快去准备。臣遵旨。林峰啊，林峰，你到底还有多少本事藏着掖着？客官慢用，有事儿您叫我。几位火气这么大，不想吃饭也不用拿我这小店的桌椅撒气吧？林峰，少在这儿给我装糊涂！老子今天来找你是要个说法的。赵掌柜，都是生意人，你想要什么说法？你把我们客人都拉走了。伙计都闲得在门口抓苍蝇了，给我们酒楼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你说该不该给个说法？
那依你的意思，这事儿你想怎么解决？哼，好说。从今日起，你把店铺90%的利润分给我们，我们便可相安无事。没错，想必剩下的1成也足够你在这京城存活了。90%？你们认真的？废话，赶紧的，我们这是在给你机会，懂不懂？机会？我看你们这纯粹是不讲道理，这种强盗要求，我是不可能答应的。几位请回吧，我还要做生意。好，很好。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可就别怪我们了。动手！还有多远？快了，陛下，过了这条街就到了。黄金、布帛、丝绸等物都带齐了吧？此等治世之财，朕一定要亲自重赏。报，杜大人，小弟有要事禀告。何事？速速道来。老杜，发生何事了？陛下，暗处的探子传来消息，几个京城酒楼的掌柜正带着打手在小林掌柜的店铺里打砸威胁。你说什么？真是糊涂！这种人才你不派人保护他，万一出点闪失怎么办？臣知罪。加快速度，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谁若是敢动小林掌柜，朕诛了他的九族！小子，老子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这个钱你交还是不交？交。你好，真他娘的以为老子不敢动你是吧？今天我就把你这身骨头一寸寸敲碎，给我往死里打！该死的，系统镜头怎么还不倒？难道小爷我今天真要折在这帮破林手里？放开他！谁在这瞎叫唤？想死是吧？这该不会是冲着我来的吧？这位大人，小的是福满楼的掌柜，不知大人有何吩咐？啊！谁给你的狗胆，敢在这里闹事？完了，这么厉害的大人物怎么会来给这小子撑腰？不会是因为我得罪了林峰吧？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饶命啊！小人有眼不识泰山，不知道林掌柜是大人您的朋友，小人再也不敢了。滚！老杜，交给你处理了，不要留下隐患。微臣遵旨。小林掌柜，你没事吧？没事，死不了，多谢你了。不过老杜、老李，你们到底啥官啊？这排场够大的呀！林掌柜，其实这位是当今……老杜，别吓着林老弟。其实我也就是个在朝堂上跑腿的小官差，今天啊是托了你的福，才威放了这一把。托我的福？你献上那治荒灾的绝妙法子，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陛下特命我带队前来重赏你。外面这排场是陛下给你的。
嗨，吓我一跳！我就说嘛，老李，你平时来我这蹭饭都抠抠搜搜的，怎么可能突然一下就牛逼起来？这小子还不知道朕的身份，就已经如此反应。若是知道了，怕是在朕面前束手束脚，不如继续瞒着，看看他肚子里到底还藏着多少本事。陛下英明。抬进来！林老弟，打开看看吧。林老弟，这些全都是陛下给你的赏赐。这全都是给我的。这至少是几千两金子吧？林峰这小子到底抱上了哪尊大佛？这何止是铁板，这是撞上南天门了！我得跑，赶紧跑！陛下敞亮。走，老李、老杜，里边请，咱们屋里喝茶。地方乱了点，老李、老杜，你俩先将就着。林老弟，你也看到了，这长安城里牛鬼蛇神多的是。你虽有大才，但若只是在这开个小店，怕是委屈了你的才华。林老弟，不瞒你说，圣上因为你那治皇的法子，对你可是欣赏的紧。临行前特意交代我问问你，你有没有想过入朝为官？今年秋闱在即，你要是肯参加科举，博个功名，简直如探囊取物。当官？不去不去。为何？这不是无数文人的终极梦想吗？老李，你还是太天真了。当今这科举早就名存实亡了，我懒得去。林掌柜，科举乃是国之大计，慎言。林峰，这选官盛典在你眼里怎么就成了笑话了？得，就知道你们这些吃皇粮的听不了真话。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就给你俩这糊涂蛋开开眼。圣上的初心不错，想借科举之手敲碎世家大族对权力的垄断。可他高高坐在金銮殿上，哪里看得到这制度？早被那帮世家玩坏了。怎么个坏法？第一，名义上人人可考，可实际必须得有5品以上官员的举荐信。你告诉我，一个住在山沟里连肉都吃不上的寒门弟子，上哪儿去认识5品大官？这举荐是为了考察人品德行，防止作奸犯科之类混入朝堂。人品？老杜，你太天真了。就算你侥幸拿到了举荐，进了朝堂，90%位置都被世家占了，寒门子弟进去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一派胡言！朝廷选贤任人，岂会如此任人唯亲？别急，还有第3。现在的考题除了诗词歌赋就是风花雪月，这招的是能治国理民的官，还是招去陪皇帝吟诗作叹的才子？那些人五谷不分，四季不明，让他们去管理一方百姓，那不是让百姓等死吗？这世家子弟岂敢如此欺君？他们就不怕圣上的雷霆之怒吗？哼，欺君？老李，他们瞒天过海的本事大着呢，你以为这种事离你很远？小二，你过来。来，老李，你看看他，这小子寒窗苦读10年，不仅4书5经倒背如流，连各地的农时利弊都门清。去年的秋闱，他考了全县第1，名动乡里。可结果呢？回这位爷的话，小人当初拿着成绩单去县衙求举荐，那县太爷连门都没让小人进。他们说，像我们这种没根脚的泥腿子，就算考了头名，也挡不住人家尚书大人的远房亲戚。最后是那个连名字都写不全的富家公子拿了举荐信，高中举人。你说什么？调换名额？这在地方上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了。尸位纳残的蛀虫，好大的胆子！
群尸位撒惨的蛀虫，好大的胆子！李兄，冷静，冷静啊！朕苦心孤寂经营的科举，竟然成了世家藏污纳垢的后花园。林峰啊，林峰，你这一巴掌扇得朕脸好疼！老李，你这反应也太大了吧？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才是那个被骗的皇上呢。我这是嫉恶如仇，看到这等不公之事，心如刀绞。行了，消消火，这大唐的水深着呢，你一个小官差管不了那么多。来，喝酒。管不了，这大唐是朕的，既然有人敢坏朕的规矩，朕就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天威难测。林老弟，时辰不早了，我也该回皇宫向陛下复命了。差点忘了你还在当值呢，去吧，别让皇帝老儿等急了。陛下，为何今日走得如此匆匆？可是生了小林长官的气？朕生他什么气？朕是急着回宫去查一查历年的科举卷宗，朕倒要看看这科举是不是真如林峰所言，已经烂到了根系里。这经义写得一塌糊涂，这种草包居然也能中进士！这个张德茂是谁举荐的？回陛下，是礼部王侍郎举荐的。这名考生乃是太原王氏的旁支。那这篇呢？狗屁不通，连字都没写端正，居然也中了榜首。这又是谁的人？这是吏部赵尚书举荐的李承恩，乃陇西李氏的远亲。荒唐！朕苦心设立的科举，竟然真成了他们世家大族3人的后花园。那个林峰明明是个从未入朝的平民，却能一眼看穿科举的机弊，洞若观火。反观朕，难道朕的科举真就一无是处？朕不信邪。老杜，你过来看，这2篇文章文理皆通，字字珠金，这才是朕要的人才。谁说朕的科举选不出人？陛下，这2份绝佳的卷宗上署的名字，正是刚才那2个草包张德茂和李承恩啊！说什么？不对，这字迹与他们平时的笔墨完全不同。你看这糊名之处，有明显的刮擦痕迹。陛下，这2人的科举试卷是被调包过的。无法无天！这群世家之人连科举试卷都敢动手脚，他们眼里还有没有朕这个皇帝？老杜，你立刻去给朕彻查背后到底牵扯了哪些主考和官员。臣遵旨。还有，明日早朝把张德茂和李承安给朕带上太极殿，朕要亲自考教他们。若答不上来，当年所有参与考试的官员，朕要拿他们的脑袋来祭科举。朕让你们办科举，是为了公平公正地选拔有才之人，替朕治理天下。可阳奉阴违，把科举办成了什么样子？陛下息怒，臣等一直尽心尽力筹办科举，实在未曾有半点阳奉阴违啊。是吗？朕昨日偶遇一位奇人，他告诉朕，这科举早已名存实亡。陛下，此人定是在妖言惑众，这是欺君之罪，当诛。哦，那不妨你们听朕说完。王侍郎，朕今天就指明你来回答。你若敢骗朕，欺君之罪是什么后果，你应当知晓。臣遵旨。第1条，科举要5品以上官员举荐，寒门子弟连门都摸不着，此话是真是假？是真的。好，那接着第2条，朝堂之上9成都是你们世家的人，是真是假？是真的。第3条，科举只管录取，不管审查，只考诗词义赋，五谷不分、四季不明的废物也能当官，是真是假？是真的。原来这么多年，你们全都在合伙骗朕！陛下息怒，陛下冤枉。虽然举荐制度确实存在一些瑕疵，但这些年还是给陛下带来了不少栋梁之才啊！对，陛下您看，
去年的状元张德茂那文章写得极好，还有前年的李承恩诗词冠绝京城啊，陛下！朕昨晚不眠不休看了一整晚的科举卷宗，张德茂那文章狗屁不通，那个李承安的诗词全是抄袭之作，而他们全是靠你们举荐才中的。你们管这叫人才？好，既然你们觉得举荐制度没问题，那就传朕旨意，宣张德茂、李承恩上殿。朕今日就要在这太极殿上当场考考这两个大才子。林峰，你这把火点得好，朕今日就要借你之手，把这朝堂上的毒瘤连根拔起。微臣张德茂叩见陛下，微臣李承恩叩见陛下。既然两位都是百官口中的国之栋梁，朕今日就考考你们。张德茂，朕问你，关中去年收了多少担粮食？每亩地该征多少税？一个村又该出多少徭役？回陛下，关中粮食大概有几万担，税收按人口。大概，这就是你的实务。连赋税徭役都不懂，你拿什么去治理一方？李承恩，朕来问你，村里两家争夺地界，你该怎么判？偷牛的毛贼是不是一律打50大板？若是遇到灾荒，百姓交不起粮，这粮食该催还是该还？回陛下，地界之争当以和为贵，让他们各自退让一步。偷牛者不尽农事，自然是重罚。至于灾荒交不上粮，国库空虚，自然是该催及其欠款，以充国库。好一个以和为贵，好一个该催，满嘴狗屁不通的废话，这就是你们这帮大臣给朕举荐的饱学之士。王侍郎，赵尚书，你们给朕好好解释解释。陛下息怒。张德茂的文章确实写得花团锦簇，臣只是负责举荐他的文采，他答不上实务，臣实在不知情啊。臣也一样啊，陛下。不知道，朕看你们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是你们勾结考官调包试卷，把别人的文章换成了张德茂和李承恩的名字，致使真正的有才之士名落孙山，这是欺君之罪。陛下，臣冤枉啊！陛下。肯定是有人陷害微臣啊！不见棺材不掉泪。杜如晦，把证据拿出来。贞观26年，礼部王侍郎收受张家纹银5000两，指使考官将张德茂的试卷与落笔举子赵某的试卷当场调包。贞观27年，吏部赵尚书收受李家黄金100两，指使考官将李承恩的试卷与落笔举上孙某的试卷调包，涉案考官共计7人，名单在此，证据确凿。欺上瞒下，祸乱朝纲。来人，将这2人拖下去，满门抄斩。陛下饶命！饶命啊！陛下！陛下开恩呐！朕最后问一遍，还有谁反对朕废除举荐，创建新科举？没人反对，那朕宣布，从今日起，大唐科举全面改革。第一，即刻取消5品以上官员举荐制，凡我大唐学子不分门第，皆可自行报考。第二，废除单一师傅取士，增加明算、民法、农政等实用科目。第三，兵部筹备增撤武举，为我大唐选拔统军将才。第四，所有及第学子殿试由朕亲自把关，谁敢再搞调包试卷的勾当，王赵2人就是你们的榜样。
陛下圣明，此举开万世之太平，臣等领命。陛下圣明。陛下圣明，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陛下，如今科举新政已定，这源头都在那位林掌柜身上。您看，要不要再给林掌柜赏赐点什么？赏，当然要赏。这小子一席话，替朕拔掉了朝堂上最大的烂疮。准备准备，咱现在就去。是，不过陛下，长孙皇后托臣跟您说，她听说了林掌柜的事儿，对林掌柜的美食很是好奇，让臣问您能否同行去见识见识。朕倒忘了观音妃甚是喜爱美食了，便带他一起去一趟吧。还有，那几大世家吃了这么亏，肯定会查到林峰头上。你暗中派一队精锐御林卫，暗中护他周全。若是有人敢去闹事，不必请示，直接给朕拿下。臣领命。林峰啊林峰，朕已经为你搭好了台子，你肚子里到底还有多少治国安邦的奇谋？可千万别让朕失望啊！陛下，这就是您说的那奇人之殿，看上去过富寒酸了吧？哈哈，观音宝，你懂什么？这才叫大隐隐于市。来吧，朕带你尝尝林峰那小子的手艺。哟，老李，可以啊！几天不见，从哪儿拐来这么漂亮的夫人？林老弟，这位确实是内子。林掌柜说话果然风趣，难怪我家夫君总往你这儿跑。原来是嫂子，快坐。老李，今天必须整几个硬菜，不能怠慢了嫂子。嫂子，我跟你说，老李这人抠门的很，每次来我这儿都是蹭吃蹭喝。你在家可得把财政大权握紧了，多管管他。哦，还有这等事，陛下。夫君，林掌柜说的可是真的？林老弟，你这就冤枉好人了。我什么时候少过你的酒钱？外酥里嫩，满口异香。林掌柜，这手艺果真不凡。那必须的，全大唐独一份。林老弟，上次你提的科举那些弊端，当今圣上已经听到了。朝廷最近雷厉风行，已经废了举荐制。这不，圣上觉得你立了大功，又托我给你带了点东西。我操，又来！林老弟，先别管那些。圣上虽改了制度，但总觉得落实下去还有些空缺，不知你能不能再给提点几句，我也好回去邀功。老李，你还不算笨，这改革虽好，但你们忘了最根本的一点：寒门子弟连字都不认识多个，他们拿什么跟世家拼？那该如何是好？办学堂，可那需要海量的银钱。大唐国库如今为了赈灾已是捉襟见肘，哪有财力支撑全国兴学？思路打开点。第一，地方不够，就把各地的庙宇祠堂腾出空房来改。第二，没钱买纸笔，就在院子里铺上沙盘，一人一根小木棍，在沙堆上练字。第三，没先生，让那些有功名在身却没学位的秀才去教，免他们的杂税。妙啊！沙盘代纸，祠堂为室，这简直是神来之手，大唐寒门有救了！林老弟，你这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鸡糟物六，赶紧吃，菜凉了就不好吃了。该死，此等奇才，若只让他开个饭馆，简直是暴殄天物。朕不论用什么法子，一定要让他入朝。林掌柜，你有这般惊天畏地的大才，就这么窝在这家小店里，岂不可惜了？哎呦，李夫人，怎么老李老杜劝完，现在又轮到你来劝了？再说了，当官有什么好的？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干得好遭同僚嫉妒暗算，干得不好要挨上司骂，我图什么呀？哼！朝堂正值用人之际，而且难道你就没想过光宗耀祖、青史留名？还青史留名，更惨。这怎么说？留名青史就是被人研究来研究去，指不定过个几百年，连坟头都要被后人刨开，拿去展览收门票呢。
嘿嘿，我就想安安稳稳的赚点小钱，每天睡到自然醒，过神仙般的潇洒日子。罢了罢了，人各有志，今日就不强求你了。林掌柜的手艺和见力，今日真是令我大开眼界，告辞了。李夫人慢走啊，老李老杜，下次记得带钱再来，别老想白嫖。陛下，此人虽口无遮拦，行事乖张，但句句切中要害，当真是个难得的奇才。朕自然知道，朕一定要让他心甘情愿地入朝为官，为朕所用。陛下所言极是，三顾茅庐方显诚意，一次不成便两次。咱们来的次数多了，老臣就不信他林峰能一直不心动。唉，终于把这几个官迷忽悠走了，想骗我去打工，没门儿。充能完成，彪悍人生系统正式激活。哈哈哈，整整1个月啊！老子的金手指终于到账了。系统商城已同步开启，宿主可通过完成系统发布的任务或解决关键事件，获取系统积分。积分可在商城中兑换各类技能、物品及特权，累计足够积分，还可解锁终极躺平特权。具体内容待解锁。此外，宿主每次成功完成任务或解决事件，系统将根据事件难度奖励宿主属性点。属性点可用于提升以下5项属性：智力、体力、精神力、感知、亲和力。属性提升后，宿主将获得永久性的身体和精神素质增强。长属性还能永久增强。就是说，小爷我会越来越聪明，越来越能打，越来越有魅力。积分攒够了，还能换终极躺平。新手任务已发布，任务内容：入朝为官，请宿主在7天内获得大唐朝廷正规官职。任务奖励：系统积分乘100，属性点乘5。宿主后续解决各类事件危机，系统将根据事件影响力自动结算积分与属性点。啥？入朝为官？狗系统，你玩我是吧？老子刚才还在老李面前大放厥词，说打死都不当官，这下好了，话音还没落呢，你就逼我去当官，这脸打得也太快了吧！可是老李已经被我赶走了，我现在去求他，他还肯收我吗？天哪，我造孽呀！怎么办？只有7天时间，科举1年才一次，等考完黄花菜都凉透了。至于其他路子，我一个外地来的厨子，上哪弄官去？难不成真要去求老李？可是我刚才把话说的那么满，现在去求他们，这脸还要不要了？要脸干什么？脸能换神秘大礼包吗？干了！老李，老李，车下留人！林掌柜，你怎么追来了？老李，那个也没什么大事，就是什么？就是你刚才在店里说的那个当官的事儿，咱们还能不能再商量商量？这小子刚才还一副视功名如粪土的硬骨头模样，怎么才一转眼的功夫到自己贴上来了？有意思哦。怎么想通了？不想着每天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心了？想通了，彻底想通了。我想试试看看有没有机会青史留名。可你连科举都没参加过，刚才不还说科举名存实亡吗？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嘛。我确实没参加过科举，但老李你不是路子广吗？你看能不能帮我安排个小官当当？林掌柜，这入朝为官可不是儿戏，朝廷的官职岂是说给就给的？老杜，你们刚才可是说有门路的，帮帮忙，以后你们来我店里吃饭，永远免单。这事儿嘛，入朝为官不是小事，你先回去等消息，有了眉目，我让老杜去找你。多谢了，老李，以后有用得着兄弟的地方，赴汤蹈火啊！7天啊，老李，兄弟可全指望你了。
林掌柜，当官的事办妥了，现在就跟我进宫面圣。啥？昨晚说的事儿这就妥了？老李这路子也太野了吧！李大人在朝中人脉极广，这不算什么。快些走吧，莫要误了时辰。我要见皇帝啊！那当然，入朝赃官哪能不见陛下？林掌柜，我可得嘱咐你一句，见了陛下千万收起你那随性的脾气，不可再口无遮拦了。放心，我心里有数。老李，你到底多大官啊？连入宫面圣这种事儿都能随便安排？你该不会是皇帝身边的红人吧？到了你就知道了。说起来，你想当个什么官？我操！想当什么官还能自己说了算？老李，你这权力也太大了吧？那自己人不说暗话，我肯定想当大官啊，最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种。不过老李，你也别太有压力，尽力而为就行。你要是真安排不了大官，给我弄个闲差小官，我也没啥问题。这小子竟觉得陛下实力不行，待会儿有你惊掉下巴的时候。行，没问题，我尽力给你安排。老杜，这气氛怎么这么吓人？咱们是不是得站在这儿等皇帝来？陛下到，臣等叩见陛下。哎，老李，你疯了，快回来！众爱卿平身。陛下有旨，宣林峰进殿。林掌柜，别愣着了，快给陛下行礼。曹民，不，陈林峰参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林爱卿，平身吧。谢陛下。完了，老杜站那儿跟个定海神针似的，真是宰相啊！那我以前拍老李的肩膀，还说他抠门抗压能力差，我是不是该选个风水好点的乱葬谋了？杜相今日竟然亲自去接这小子，这到底是哪家的公子？哼，看那缩手缩脚的样，哪像什么名门之后？杜相，还真是宰相！老天爷，你玩我呢？林峰，没想到吧？朕就是这大唐的皇帝。回陛下，确实真没想到，陛下英姿勃发，龙气护体，臣之前真是瞎了狗眼，没认出真龙天子。老李这笑声怎么听着瘆得慌？他该不会是想先把我捧高，然后再治我一个藐视君王之罪，把我拉出去剁了吧？众爱卿，朕今日要为你们介绍一位奇人。此人虽不在朝堂，却洞察天下大事。日前那神乎其神的治汪之法，以及让儿革汗颜的科举改革策，皆是出自林方之手。陛下，这位小友便是那位高人。陛下，治皇或许是巧合，但科举乃国之根本。这小子毛都没长出，怎敢妄议国策？林峰所献之策，解了关内几十万百姓的饥荒，更是为朕指明了选贤任能的新路，岂容尔等智慧？传朕旨意，林峰献策有功，德才兼备，封林峰为御史中丞，赐4品官衔。陛下，万万不可！御史中丞乃朝廷重臣，监察百官，位列4品。此人从未入朝，凭什么一跃登天？是啊，陛下，臣寒窗苦读30年，入仕20载才熬到今日之位。他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凭什么？林峰，本官问你，你祖上何人？师从哪位大儒？之前在何处任职？立过什么功名？回这位老大人，我祖上全是没师从事过出什么大儒。至于功名，我没参加过科举。昨天以前，我还在长安大街上开小饭馆呢。陛下，您听听，他一个满身油烟味的厨子，就要管起我们这些读圣贤书的官员来了，简直是滑天下之大。够了！尔等只看到他是个厨子，
却看不到他治皇的绩效，看不到他改革科举的深谋远虑。朕问你们，若无林峰，关内道几十万百姓的活路在哪儿？你们谁能比得过他？陛下，微臣认为，既然林大人身怀大才，不如就由事实说话。如今西北大旱颗粒无收，朝廷拨了数批不见成效。若林大人能当场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赈灾方案，臣等便心服口服。赈灾可不是做菜，他一个开馆子的，怕是连地图都看不懂吧？不错，他要是能说出3句关于民政的话来，都算我输。西北赈灾，这帮老狐狸果然给我挖坑，我上哪儿懂？丁，新手任务入朝为官已完成，奖励系统积分乘100，属性点乘5已到账，当前积分余额100。5点属性点得赶紧分配一下，智力先加3点，解决赈灾方案得靠脑子，亲和力加2点，等会儿说服这些大臣用得着。丁，属性分配完成，智力加3，亲和力加2，当前属性智力83，体力70，精神力65，感知68，亲和力72，剩余属性点0。对了，商城，我还得从商城里找点能应付眼前局面的东西。水利工程就是这个。消耗系统积分乘80，兑换水利工程实务手册成功，剩余积分20。既然各位大人这么想看我露一手，那这赈灾的难题请。好，既然林大人如此有底气，那臣等就洗耳恭听您的赈灾高见。这小子平时虽然聪明，但这可是涉及几十万百姓生死的赈灾大局，若答不上来，朕今日想保他也难了。借笔墨一用，赈灾之策说穿了无非4个字：开源节流。哼，老夫还当有什么奇策？这开源节流4个字，3岁小孩都懂。先说开源，从江南调粮，沿水路一路北上，行至汴州后，分3路陆运，沿途每100里设粮仓。你们看，这是路线图和各处粮仓的调配节点。这路线画的也太精准了吧，简直堪比朝廷堪舆出的最精细的地图。他一个没当过官的人怎么会知道？江南到汴州走水路，汴州到关中分3路陆运，既省时又省力。最离谱的是，他居然走了一条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超近路水道。开源说完了，再说节流。粮食运下去了，怎么保证不被底下的人贪没？很简单，派钦差。哼，朝廷自有法度，自然是派钦差巡视，这算什么新鲜主意？我说的钦差是同时派3批钦差暗访，这3批钦差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分3条路下去，最后把情报汇拢对账。只要有一处对不上，就说明底下的官员有问题。凡查实有克扣赈灾粮者，不论官职大小，先斩后奏。 3批钦差互不知情，这法子也太绝了，想瞒根本瞒不住啊！最后，大家看看这张简易水车草图，这水车不需要铁器，全用木头和竹子就能做，成本不到1贯钱，随便一个农户自己就能做，安置在河流边，水流带动水车，水就自动流到干旱的田里了。这水车精巧至极，竟只有巴掌大小的模型，农户自己便可就地取材制作。要是推广开，西北旱情能缓解1大半啊！这才是真正利国利民的东西。林大人大才，大人，这人好像真有2下子。闭嘴！诸位大人，开源节流，防腐治本，我这厨子的方子，诸位觉得还能入眼吗？哈哈哈哈哈！好一个开源节流，好一个以工代赈。林峰，你真是不给朕的这些老臣留半点面子。现在还有谁不服？还有谁觉得朕封的这位御史中丞德不配位？臣等心服口服，陛下圣明，林大人圣明。好。 传朕旨意，封林峰为御史中丞，赐4品衔，即刻生效。臣领旨。朕宣布，此次西北赈灾由林峰主导，户部全力配合，所有钱粮调度需经林峰签字才可放行。臣领旨。退朝。丁，宿主成功解决赈灾考验事件，获得系统积分乘150，属性点8，当前积分余额170。8点数字加什么？体力得跟上，以后到处跑差事不能累趴下，感知也得加，察言观色少吃亏。丁，属性分配完成，体力加4，感知加4，当前属性智力83，体力74，精神力65，感知72，亲和力72，剩余属性点0，170分。
8点属性，花80积分换水利手册，净赚90积分，还白得13点属性提升，这买卖划算。照这个速度攒下去，离躺平变强的日子不远了。真没想到，我林峰也有当上4品大官的一天。老李啊，老李，你这大腿够粗！林大人，且慢。哟，老杜，不对，杜相，您这走路都没声的，吓我一跳。林大人，陛下今日强压众议，封你为忠臣，是对你寄予了厚望。但你须知，这朝堂之上，世家根深蒂固，那些人被你断了财路和名位，绝不会善罢甘休。从今往后，你自己务必万分小心。杜相放心，我明白。林大人，请留步，陛下在御书房召见。林峰，你果然没让朕失望。今日在殿上那番开元解髓的宏论，真让朕出了一口恶气。陛下过奖了，这都是陛下抬爱。哈哈哈哈！行了行了，这儿没外人，坐，跟以前在店里一样就行。老李，这可是你说的，要是回头治我个大不敬，我可不认。哈哈哈哈！这才对嘛，老李，这称呼朕听着亲切。玩笑归玩笑，林峰，你今日的表现朕很满意，但大唐的烂摊子可不止一个。除了西北旱灾，关中草场的事也让朕头疼不已。老李，你指的是？关中草场连年退化，土地荒萎，牛羊大批病死。户部说是工部水利不修，工部说是户部管换不力。如今百姓日子苦不堪言，这事儿你怎么看？畜牧养殖手册，我记得商城这东西60积分就能换。消耗系统积分乘60，兑换畜牧养殖手册成功，剩余积分110。这事儿听起来悬，其实不难，我能解决，但我得亲自去关中实地走一趟。好，就等你这句话。这事儿朕明日就在朝堂上公开提出来，到时候那帮老臣肯定会顺水推舟，把这个烫手山芋踢给你。林峰，你给朕句准话，你真有把握？别到时候在关中栽了跟头，朕想保你都难。老李，你也不看看我是谁？我林峰经手的地儿，草能长3尺高，羊能长得像牛大。有志气，朕就在长安等着你的好消息。其他的琐事都议完了，现在咱们来聊聊关中草场。这事已经搁置3年，难道我大唐满朝文武连个解决方案都拿不出来吗？陛下息怒，这草场退化乃是地力匮乏，牲畜生死更属农牧之事，实不在我工部职权范围之内啊。陛下，依臣之见，此乃天意。关中连年干旱，上天降罚，非人力可逆啊。天意，推给天意就万事大吉了。户部推给工部，工部推给礼部，你们拿着朝廷的俸禄，就是来这太极殿上踢皮球的吗？陛下息怒，臣等确实愚钝，但咱们朝堂上不是新来了一位无所不能的林大人吗？是啊，林大人才高八斗，这区关中草场之事，想必也不在话下吧？这帮老狐狸斗不过我就想拿烂摊子坑我，还好老李昨天提前给我露了底。诸位大人，不用急着把这烫手的山芋往外扔。林大人，这是何意？不瞒诸位，这关中草场退化、牛羊大批死亡之事，昨日陛下已在御书房与臣详细讲过，臣已经主动认领了此项差事。
臣不日便将亲自前往关中草场实地考察，不出1月，定能拿出一套彻底解决关中畜牧危机的方案。1月，林大人，我们几年都解决不了的难题，你1个月就能行？你们几年解决不了，那是你们无能。酒囊饭袋，一群土鳖，等小爷把现代畜牧技术搬出来，非把你们的脸再打肿一次不可。小二，把调料也带上点儿，这出门在外，总不能亏了胃。掌柜的，听说关中现在乱得很，咱们就这么去，会不会有危险啊？林老弟，行李收拾的如何了？陛下，您怎么亲自来了？微服出行，叫老李即可。关中之事，满朝文武束手无策，这次真是要辛苦你了。老李放心，我说1个月解决，就绝对不拖到下个月。你有这份自信，朕很欣慰。不过关中地处偏远，灾情之下必有乱象。为了确保你的安全，朕特意给你配了一队精锐的御林军。末将奉旨，誓死护卫林大人周全。多谢陛下体恤。林峰，放手去干，只要你能救活关中的牲畜，保住大唐的畜牧根基，等你平安归来之日，朕一定重重有赏。这就是关中草场，这哪里是沙化，这分明就是沙漠。老人家，我们是从长安来的过路客。这关中草场以前不是水草丰美吗？怎么如今连一头牛羊都看不见了？还水草丰美？大旱连着好几个月没下一滴雨，草早就渴死了。加上前些年那些权贵大户拼命圈地养牛羊，草根都被啃了个精光，好好的地全变成了沙子啊！那也不至于一头牲畜都不剩吧？老天爷不给活路，又降下牛瘟、羊瘟，牲口死绝了。现在咱们全村上下，就只剩下村西头王瞎子家里的一头老耕牛了。全村明年开荒播种，全指望他续命呢。还好还有偷牛，只要熬过这阵子，总能挺过去。挺不过去了！县太爷要过寿，为了讨好上面来的大官，非要吃什么新鲜牛肉，竟然派人来抢我们这最后一头救命牛！什么？宰杀耕牛，乃是大唐律法明令禁止的死罪。关老爷哪里管什么律法？在这关中，他们的话就是王法。走，带我去王瞎子家，我倒要看看，谁敢动百姓的救命牛！不要抢我们家的牛！爷爷，你醒醒啊！呸！这瞎老头真是穷得叮当响，屋里翻了个底儿朝天，就这点破烂，还敢拦着老子牵牛，真他娘的找死！行了，别废话了，赶紧把牛牵回去交差。把牛还给我，把爷爷还给我！你们这群坏人，还我爷爷！叫花子，给我滚开！再敢撒野，老子连你一块劈了！哪里来的野小子，敢管你爷爷的闲事？
小妹妹，告诉哥哥，怎么回事？爷爷说，朝廷有令禁宰耕牛，死活不让他们把大黄牵走，他们就把爷爷打死了。他们牵牛干什么？他们说县太爷要过寿，上面的大人想吃牛肉，就到处抢牛。为了一口吃食，就强抢耕牛，草菅人命。大唐律法明文规定，杀人者死，私宰耕牛更是死罪。你们不知道吗？王法？呸！在这关中1亩3分地上，老子就是王法，你算哪根葱？你这个傻官差，你死定了！回去告诉你们县太爷，杀人偿命，我待会儿就亲自去找他。好大的胆子！你给我等着，这混蛋谁也不会放过你的！林大人动了杀心，待会儿怕是要出大事啊！陛下说了，不到万不得已不出手，先看着。别怕，待会儿我替你讨个公道。叔叔，你要小心，那些人很凶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再凶也得讲王法。好一个为民做主的县衙，竟让百姓惧如蛇蝎。今日若不把这天捅破，我对不起关中的百姓。谁敢强闯县衙？好，你就是那个杀了我关中县官差的狂徒！县太爷还没去找你麻烦，你反倒自己送上门了。你就是那个杀我手下的狂徒？你的人打死了一个无辜老人，抢了百姓的耕牛，难道不该杀吗？好大的狗胆！今天这人要杀也是本官来杀，轮不到你动手，给我上！睁开你们的狗眼，好好看看这是什么！圣旨！放屁！关中草场的事，朝廷拖了几年都没个定论，这圣旨一定是假的。瞎了你的狗眼！玉宝金印在此，你也敢说是假的？我说它是假的，它就是假的！都愣着干什么？给我上！今天谁拿下此人，赏银100两！御林军在此，谁敢动林大人一根汗毛，杀无赦！御林军，你到底是什么人？陛下限我1个月解决关中畜牧危机，你倒好，私采耕牛，草菅人命！林大人，林爷爷饶了小人这一回吧！饶你？那被你们活活打死的无辜老人，谁来饶他？来人，把这狗官给我拿下！放开我！你们敢！乡亲们，本官御史中丞林峰，奉当今圣上之命，特来关中查勘畜牧危机。从今日起，谁再敢欺压百姓鱼肉乡里，本官手里的刀绝不轻饶。这狗官就是下场。青天大老爷呀，老天爷终于开眼了！叔叔，谢谢你。老人家，这个公道，我替你讨回来了。
是时候动手了，就在这儿大干一场。大人，陛下只给1个月时间，连建猪圈带养猪，来得及吗？放心，1个月足够了。你去雇工匠修建猪圈，再买一批猪仔回来。是。大人，出大事了！整个关中县都买不到活蹦乱跳的猪崽儿，到处都在闹猪瘟，只剩下10几头染了猪瘟、快咽气的病猪了。病猪也行，全给我买下来。大人，猪瘟自古以来就没救过，买回来全得死手里啊！我自有打算，你只管去办就是。区猪瘟算什么？几副中药就能搞定。林大人糊涂啊，这猪瘟根本治不好。林大人，老朽养了一辈子猪，就没见过得了猪瘟还能活的。听老朽一句劝，趁早烧了吧。赵伯，诸位乡亲，我自有妙计。小二，立刻去医馆给我准备生石灰、金银花，还有连翘、板蓝根，还有蒲公英、黄芩，分量要足。是，小的这就去。把这10几头病猪分开，关进刚建好的抓篮里，每一个帚篮都要单独隔开。快，按大人说的做。把这些金银花、连秋一起煮了，把药汤灌给病猪。大人，站起来了！老朽活了大半辈子，头一回见到猪瘟还能治好的。林大人乃神人也。这才刚刚开始，好戏还在后头。林大人，您这到底是使了什么仙法？这不是仙法，是医理。金银花、连翘、板蓝根，恰好能克制猪瘟病毒；生石灰可以猎灭潜伏的病毒。可是老朽还有一事不明。大人奉朝廷之命来此畜牧，按理说该优先养牛羊，猪肉又腥又臊，那是贱户才吃，上不得台面的东西。赵伯，这猪肉腥臊可怪不得猪，得怪你们养殖的方法不对，绝不能喂猪吃泔水烂菜，得喂酒脏、麸皮、豆饼，吃这些长大的猪，肉质白嫩，毫无腥味。这批猪按我的新法子养上半个月，刚好膘肥体壮，到时我亲自下厨，免费请大家伙吃猪肉，好不好吃，你们自己尝尝就知道了。半个月后就用一锅红烧肉，好好给你们这帮古人上上课。真的是半个月前那批快死的瘟猪，这要是拉到市实上去，价钱比普通的猪肉贵上1倍都不止。那是我家那头黑毛啊，半个月前它都口吐白沫，站不起来了。林大人，您非但把它救活了，还养得这般神气。今日半月之期已到，我说过要让大家尝尝这新法养出的猪肉，宰杀5头肥猪。养得好是一回事，可这猪肉终究是贱肉，又腥又臊。
觉得猪肉难吃，那是你们以前的做法不对。今天我就让你们开开眼界。今天不把你们馋哭算我输。我的亲娘啊！这是什么神仙味道？香，太香了！大家别挤，排好队，见者有份儿。老朽活了70年，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入口即化，毫无腥味。丫丫，过来。林大人，在下是县里德胜楼的掌柜，这猪肉您必须卖给我。去！林大人，我是府城天香阁的，只要这猪肉能常年供应，我出2倍，不3倍市价，我出5倍。这种肉运到长安去，那都是达官显贵抢着要的宝贝。诸位掌柜，先别急着竞价，尝尝看。别说了，这批出来的猪我全包了，10倍市价，当场结清。10倍？那我刚才嘴里这一口，岂不是值好几百文钱？这哪是养猪啊，这分明是养了一窝金猪啊！林大人，请受老朽一拜。赵伯，您这是干什么？林大人，您不仅救了这猪，更是救了我们关中百姓的命啊！求大人赐下仙法，教我们养这金猪。求大人赐教，我们要跟着大人养猪。好，既然大家信得过我林峰，那我就把这养猪致富的法子教给大伙儿。圈舍通风、饲料配比，还有防病防疫的要点，我都讲透了。只要按照我这新法子养，不出半年，家家户户都能吃上肉，赚上钱。林大人，真是活菩萨转世啊！大人，长安送来的急信。这老李也太看不起我了吧？还问我要不要再宽限几个月。去收拾行囊，把实验成果都带上，准备回京。林大人，您在路上吃。赵伯，诸位乡亲，东西你们留着自己补身体。只要大家把猪养好，日子过得红火，就是对我最大的报答。出发！陛下，这都1个月了，林峰还未见人影，他怕是根本没完成任务，不敢回来了。是啊，陛下，延误期限，这可是欺君罔上的大罪。够了，都给朕肃静！陈林峰参见陛下。你竟真的回来了！林爱卿，关中1月之期已到，畜牧养猪之策进展如何？回陛下，臣不负圣恩，已初见成效。哼，荒唐！老臣听闻林大人在关中天天围着猪圈转，耗费国库无数银子，如今空手儿还敢说初见成效，这是欺君之罪。王大人亲眼看见我空手而归了，
谁不知道猪肉腥臊乃下等肉？你这不是糊弄是什么？那恐怕让王大人失望了。我不仅养活了，还养出了从未有过的肥猪。陛下，臣以新法猪与普通猪基数带回，就停在城外，还请陛下与诸位大人移步当场验证。哼，谁知道你是不是从哪个富庶州县买了几头壮猪回来充数？这些猪的耳朵上都打着关中县衙的特制官印，出生、防疫、喂养皆有记录。臣还特意带回了旧法养殖的病猪做对比，是真是假，拉出来溜溜便知。好，朕倒要看看这新法养出的猪到底有何不同。众爱卿，随朕出城。这差距竟然如此之大。左边是用10来灰防疫服于金银花药汤去病，并用酒糟麸皮精细喂养的新法猪。猪长得膘肥体壮又如何？猪肉又腥又骚，哼，这是几百年的老理儿。林大人，你就是个厨子，难不成还能把这下等肉做成龙肉？那就当场尝尝看，是龙肉还是贱肉，一口便知。陛下，臣请当场验肉，若猪肉依旧腥臊难咽，便算林峰欺骗朝廷。准奏，朕亲自来挑。那就这头和这头。陛下，臣就说这猪肉吃不得。这新法猪毫无腥臭，奇香无比，肥瘦相间，简直叫人欲罢不能。什么啊？呸！又腥又柴，这也太难吃了。这不可能！新法养猪，圈舍干净，干湿分离，饲料用麸皮豆饼配酒糟，猪吃得好，睡得香，肉质自然紧实。老大人服了吗？是老臣错怪林大人了，老臣认错。罚封3月，以正效尤。陛下，这是臣在关中整理的畜牧方案细节，从猪仔选育到饲料配比，从一平防治到草场恢复，皆记录在册。传朕旨意，此畜牧方案即日起推广全国。林峰加封为御史大夫，正3品，另赐长安城东宅地1座。臣叩谢陛下隆恩。这当官怎么比我以前加班还累啊？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躺平？关中畜牧事件已圆满解决，结算系统积分呈200，干属性点呈是10，当前积分余额310。感觉头脑更加清醒了。系统，打开商城。系统，兑换制衣大师技能。兑换成功，消耗60积分，剩余250积分。250，这数字怎么听着这么别扭？房大人，您这是怎么了？还不是为了我那宝贝女儿。前几日诗会，她因衣服寒酸被人笑话，哭了好几场，求我给她弄件好看的新裙子。可上服局的订单排到几个月后，长安成衣铺的精品也全被订空了。房大人，其实这件事，林大人，你不会连这事儿都有办法吧？爹，您到底帮我想到办法没有呀？我3天后怎么去赴长乐公主的宴会？难道还要穿着这件旧裙子去丢人吗？方相，若不嫌弃，这裙子我来做。你就是那个厨子御史林峰，我知道你做菜是一绝，可这是做女儿家的衣服，你连绣花针都没拿过吧？行与不行，3天后一试便知。我保证这件裙子绝对能让你在宴会上艳压群芳。
本小姐就信你一次，3天后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林老弟，多谢你替我解围，我这就派人去江南加急调上好的成衣来。方相，我是真准备亲自动手给他做一件。你来真的？这女红制衣你真的能行吗？方相把心放肚子里，3天后等我的好消息。这双手掂过大勺，喂过病猪，确实没拿过绣花针。不过有了系统兑换的制衣大师技能，加上我作为一个现代人培养出来的超前审美，对付唐朝这些传统的款式，还不是妥妥的降维打击。在此之前，先去摸摸底，看看这当今长安城最新潮的女装潮流，到底是个什么水平。大唐女装的款式翻来覆去也就那几种，毫无新意。不过结合现代的审美和我心里的构想，这裙子的图纸已经有了。就这家吧，看着货挺全。公子快请进，咱们洲际布料最全的，后院就能直接做成衣。您想看点什么？把那匹月白色的云锦拿给我看看。公子好眼光，上好的苏杭云锦，30两银子一匹。你要给府上女眷做衣裳？现在量尺寸，我马上安排人做。不，我买了，不过借你们的后院工作间一用，我自己来。公子，不是老朽多嘴，这云锦料子金贵，您若是不懂行，一剪子做坏了，30两银子可就打水漂了。带路吧。那公子哥要买咱们的云锦，说要自己裁衣服。我看又是个有钱烧的公子哥，他恐怕连剪刀怎么拿都不顺手吧。制衣大师技能，开！完了，不划线就下刀，这步彻底废了。这是什么神仙刀法？他这手艺一刀都没多余的，这哪是人能剪出来的？老朽裁了30年衣服，从没见过如此恐怖的手法，这分明是有备而来呀！老天爷呀，这剪裁，这花样，老朽做了30年的衣裳，从未见过如此巧夺天工的手艺。这才不到1个时辰啊！小姐，咱们出来够久了，家里该着急了，咱们早些回去吧。回什么回？本姑娘好不容易才出来一趟，这长安城我还没逛够呢。咦，前面怎么那么热闹？围了这么多人，是不是有什么好玩的新奇玩意儿？天哪！这世上竟有如此绝美的衣裳！这件裙子我要了。公子，这裙子我也想要，您出个价，500两，不，800两。去！这是在我的铺子里做出来的，公子，我出1000两。诸位掌柜，承蒙厚爱，但这衣服真的不卖。慢着，这件裙子本小姐要了。喂，你这裙子多少钱？不管他们出多少，我都出2倍。长乐公主殿下，实在抱歉，这件衣服不卖。本公主这就被你认出来了。哦，我记起来了，你就是那个林峰。母后天天在我耳边夸你做饭好吃，没想到你连女子的衣服都会做。公主谬赞了，臣不过是闲来无事，随便做做。既然是你随便做的，那就卖给我呗，金银珠宝你随便开口。殿下，不是钱的问题，这衣服是臣特意替一位朋友做的。朋友？什么朋友比本公主的面子还大？我不管，我就要这件。陛下3令5申，朝廷命官不得违规从商。臣若是收了您的钱，便是知法犯法。您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臣被陛下治罪吧？你，哼，林峰，你给本公主等着，这事没完！这叫什么事儿啊？平白无故把长公主给得罪了。天哪，
这也太美了！这走线，这云纹叠绣，你这是从哪个西域客山手里买来的？这是我自己做的。什么？你自己做的？林大人，你还会做衣服，比宫里上服具的手艺还要精湛100倍。随便做做而已，赶紧换上试试，不是要去诗会吗？我这身可是刚从苏杭运来的上等丝绸，花了100多两呢。哎呀，还是姐姐的眼光好，这材质果然极佳。这是什么料子？这绣工简直前所未见，太美了！若是能穿上这身裙子，长安城第一美人非我莫属。方一珠，你这裙子是不是林峰给你做的？是啊，公主殿下怎么知道？本公主昨天亲眼看他做出来的，想出高价买，他居然还不卖给我！什么？林峰？可是最近京城里风头正盛的那个厨子御史，他不是个做饭和养猪的吗？竟然能做出如此惊为天神的裙子！这可是林大人亲手为我量身定制的，千金不换。快，赶紧备车！我要带足银票去找林大人定制裙子，多少钱我都出。我也去，谁都别跟我抢！不好，这帮疯女人要是全跑去找林峰，本公主得排队排到什么时候去？回宫，立刻回宫！本公主现在就要去求父皇，就算是下圣旨，林峰也必须先给我做一件。林峰啊，这几十份奏折全是京中王公贵族求你去给他们家女眷做件衣裳，朕这御书房都快成你的成衣铺子了。微臣只是帮房大人的千金随便做了件裙子，也没想到会闹出这么大动静。父皇，您可得给我做主。那些大臣家属都能找林御史做衣服，我是您的女儿，林峰必须优先给我做一件，要比房一峰那件好看100倍。李直，别胡闹，林峰是朝廷3品大员，哪能专门给你当裁缝？我不管！父皇要是不答应，我今天就不走了。公主殿下，并非微臣不愿，只是我朝律法严明，官员不得从商。若只是1、2件，微臣就当赠礼。可现在百官都在求医，微臣若是收钱，便是知法犯法；若是不收钱，微臣怕是要累死在织布机前。父皇，难道我堂堂长乐公主连件好看的裙子都不配穿吗？好了，别哭了，朕准了还不行吗？林峰，朕今天就给你开个特例，特许你在长安城内经营衣铺，无需顾忌官员身份。陛下，这也行？好家伙，老李这也太宠女儿了吧！不过能光明正大赚钱，这波血赚啊！太好了，林峰，这是1000两银票，本公主预定你铺子里的第1件衣服，记住，必须艳压全场。公主放心，微臣保证让您成为长安城最耀眼的存在。特批是拿到了，可要从零开始招伙计买布料建铺子，那得累到猴年马月去。有了，长安城里那么多现成的衣铺老板，我出技术和图纸，他们出人力和场地，我稳坐猫星几何，这不就是加盟店模式吗？各位掌柜，技术我出，衣服由你们手下的熟练女工来做，利润分红按契约来。林大人名震长安，能跟您合作，那是我们的福气。冷静点，别急，都有份儿。林峰，算你识相，这件本公主很满意。太美了，林大人，我也要定制，
就要公主身上这种级别的。诸位小姐，铺子真没货了，从现在起只能采用预约制，大家排号。啊，这么多世家小姐，那得排多久啊？这位小姐，您已经是第503号了，估计得等上个把月。要等这么久？为了补偿各位排队的耐心，凡是今天预约了的，林某都送一份小礼物。这是什么味道？竟比西域进贡的极品香囊还要好闻万倍。这叫香水，不用佩戴，只需在手腕、耳后滴上一滴，香气便能一整天不散。太神奇了！林大人，这香水卖多少钱？我要买10瓶。我买20瓶，多少银子你随便开。抱歉了，诸位，这香水是我这2天随手做的，只是买衣服的赠品，概不单卖。太可惜了。女人的购买力放在哪个朝代都一样恐怖啊！林大哥，林大人，老夫今日特带着小女前来登门拜谢。林大人，这是遗珠亲手缝制的荷包，请大人务必收下。还有这500两银子是那件裙子的润笔费，大人一定要收下。房小姐，荷包我收了，这钱就算了。我与房大人同聊一场，若是收了你的钱，房大人回去怕是要参我一个收付贿赂。林峰，刚才遗珠说这订单已经排到了500名开外，就算这店里绣娘没日没夜的赶工，怕也得做半年吧。5天5天做500件，就算请几10个老裁缝也来不及啊！不用几10个人，我这店里满打满算也就4个伙计。林峰，4个伙计5天出500件成衣，这怎么可能？除非他们是3头6臂的神仙。是神仙还是凡人？房大人，随我到后院一观便知。这是织布机，为何与老夫见过的完全不同？这是我改良后的飞梭织布机，他们不需要懂全套手艺，一人负责裁剪，一人负责缝合，效率提升100倍不止。奇迹，简直是神迹！林峰，你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若此机推广至大唐万千农户家中，布帛产量将翻100倍，价格必将大跌。从此以后，哪怕是关中最穷苦的百姓，也能在寒冬穿上一身像样的棉衣。这事不能耽搁，走，跟我入宫见圣。爹，我的裙子还没拿呢。还拿什么裙子？这是关乎大唐国运的神器。玄灵说，这件衣服和你铺子里那几百件，都是你那什么织布机和4个伙计不到1天做出来的。回陛下，千真万确，臣改进了制衣工艺，4个人1天做100件不在话下，而且走线比最好的绣娘还要永称。哈哈哈哈哈哈！林峰，你可真是一次比一次让朕惊喜啊！这织布机的工艺，你可愿意推广到全国？臣当然没有意见。陛下，如果将织布机建在靠水的地方，还能采用水力驱动，连人工都能省下大半。水力驱动，连人都不用了。没错，不过水力还受制于地形。臣心中还有一个更为庞大的构想，名为蒸汽机。蒸汽机？那又是何物？系统打开商城，兑换蒸汽机穿水图及制造要素。恭喜宿主兑换蒸汽机原理图及制造要义成功，消耗100积分，剩余积分150。蒸汽机便是用水烧开后产生的蒸汽作为动力，以机器代替人力，装载在铁车上制成蒸汽火车，便能日行千里，一次托运数10万斤货物。什么？日行千里，数10万斤粮草？若真有此等神物，大唐的铁骑岂不是能随时踏平四方？林峰，这蒸汽机朕交给你全权负责，想怎么弄就怎么弄，不必向朕请示，你一定要给朕，不给大唐造出来。陛下，蒸汽机极其复杂，绝不是1天2天能造出来的。哈哈哈哈哈！朕明白，你放心大胆去做就行了。
天塌下来，朕给你兜底。臣遵旨。陛下，大事不好了！边疆800里加急，边疆爆发大范围瘟疫，死伤无数。突厥杰利可汗亲率50万铁骑南下，已连破数城，扬言要马踏中原。陛下，边疆急报，云州突发大疫，波及整个州府，死伤百姓已逾10万。突厥杰利可汗趁火打劫，率50万铁骑，连破我大唐20座城池。传太医，将他扶下去，好生休养。50万铁骑，连破20城。众卿有何良策？陛下，臣以为应当立刻调集天下兵马，挥师北上，痛击突厥，万万不可啊！陛下，兵不此举，无异于饮鸩止渴。你这叫什么话？难道任由突厥铁骑蹂躏我大唐子民？你以为老夫不想打？可拿什么打？突厥休养生息数十年，如今兵强马壮。反观我大唐，这几年先是旱灾，后是蝗灾，如今边疆又闹起疫病。国库早已空虚，如今去打一场举国之战，大唐的底子都要被打空了呀！户部尚书言之有理，此时开战，大唐危矣。陛下，君子不争一时之勇，臣以为应当先派使臣前去议和，徐徐图之，方为上策呀。那户部尚书倒是说说，朕要如何议和，才能让那吃人的50万突厥大军收手？陛下，杰利可汗此人最好女色，且极重颜面。若能以公主和亲，再奉上金银绸缎等重礼，彰显大唐诚意，突厥军心必泄，定会退兵。你要朕拿哪位公主去和亲？臣斗胆。长乐公主殿下若以和亲杰利可汗，必能平息刀割。放肆！大唐的江山什么时候沦落到要靠一个女子的清白来换取苟延残喘了？难道朕真的要为了大唐委屈长乐吗？荒谬至极！陛下乃真龙天子95之尊，大唐更是天朝上国，岂有泱泱大国向小国低头称臣、献女求和之理？林大夫，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不和亲，难道你去挡那50万铁骑？我大唐男儿死绝了吗？要靠女人去求活？陛下，臣以为对待外物，唯有一句话：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哼，林大人，漂亮话谁不会说？天子守国门，那也得有兵去守。你倒是拿出个切实的解决方案来呀！林峰，你这10个字，着实说到了朕的心底。可大唐如今刚逢灾害，国力实在经不起50万大军的折腾了。敢问尚书大人，国库还能调动起多少兵马？连番天灾加瘟疫，国库早已见底，勉强挤一挤，最多只能调动10万大军。区10万疲惫之师，如何去抗衡突厥50万如狼似虎的铁骑？简直是天方夜谭！恭喜宿主兑换碎发枪及手雷全套制造图纸成功，消耗120积分，剩余积分30。10万大军，够了。陛下，调动10万大军还是太劳民伤财了。您只需给臣5万大军，足矣。此起彼伏，你简直是疯了！5万对50万，你这是带着我大唐男儿去送死！林峰，朕虽然信你，但这绝非儿戏。10倍的人数悬殊，你何以取胜？陛下，兵不贵多而贵精，更何况微臣已经想好了一种秘密武器，莫说他50万，就是100万，也叫他有来无回。是何武器？此物名为枪，还有手雷。积分花的肉头只剩30了，不过只要这批火器造出来打退突厥，系统精算的积分和属性点肯定少不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一根中空的铁管子，加上几块木头，毫无锋刃，这也能杀敌？林峰，这究竟有何用处？这叫木枪，
一息之间能射出数十发的机枪，只需扣中击过，便能在100步之外轻易击碎敌人的重甲，取其性命。至于这个铁疙瘩，名为手雷，将其扔进敌阵，落地瞬间便会爆发出极大的威力，方圆10米之内，无论人马，必死无疑。一派胡言！天下间怎会有如此荒谬的武器？林大人，您莫不是在关中养猪养昏了头，跑来朝堂上寻开心了？林峰，军国大事绝非儿戏。你说的这枪和手雷，当真有这般威力？陛下，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臣斗胆请陛下降旨，给臣1天时间。明日此时，演武场上，臣亲自向陛下和诸位大人演示这新式武器。哼，林峰，1天能做出什么神兵利器来？我看你根本就是在嘴硬。就是1天时间，怕是连把像样的横刀都打不出来。都给朕闭嘴！既然林爱卿有此把握，朕就信你一次。明日演武场，朕要亲眼看看你的手段。退朝。林峰，现在没有外人，你给朕交个底。你说的东西1天时间到底能不能做出来？若是做不出，那可是欺君之罪。陛下放心，臣从不做没把握的事。不过臣需要工部全力配合，任何人不得违抗臣的调度。好，朕即刻下旨，工部上下无条件听你差遣。这里的尺寸再精细一点，卡弓的韧性必须拉满，绝对不能出错。成了，有了这东西，突厥的50万铁骑就是活靶子。我倒要看看他今天怎么收场。等下若是拿出一堆破铜烂铁，老夫定要参他一本，治他个欺君之罪。林峰，这便是你造出来的枪和手雷。回陛下，正是。这烧火棍一样的东西能是武器？真是荒谬！花里胡哨，林大人，要是这东西连头羊都杀不死，达不到你昨日夸下的海口，那你可就大难临头了。陛下，请看100米外。诸位大人，看好了！林大人，这就是你说的神器，连个木头人都推不倒，毫无威力可言，简直滑天下之大稽。我看这声响倒是挺大，适合过年听个响儿。陛下，威力如何？拿近了一看便知。来人，把牧人抬过来。快把铠甲扒下来！穿透了铁甲，这怎么可能？老天爷，这等威力，若是打在人的血肉之躯上，有此等威力，突厥的皮甲算得了什么？若是全军配备，突厥士兵岂不是连一面之敌都算不上？这等暗器，简直闻所未闻。还没完呢。全都蹲下，捂住耳朵。老天爷啊，这是天雷下凡吗？粉身碎骨，真正的粉身碎骨啊！哈哈哈哈哈！有了这2件神器，区区50万铁骑简直不堪一击。你们谁还有异议？工部尚书何在？微臣在。朕命你集结工部所有能工秒将，全力赶制步枪和手雷。朕只给你10天时间，10天后朕必须看到5万把步枪，10万颗手雷。若有延误，提头来见。臣领旨。都退下吧，林峰留下。林峰，你可真是朕的福星，短短1天竟能造出这等夺天地造化的神器。说了吧，想要什么赏赐？加官进爵，还是金银珠宝？陛下，
臣不要金银，也不要加官进爵，臣只有一个请求。你且说来听听。臣恳请陛下准许，让臣带军参战，亲自抗击突厥。好小子，有胆识！这神器是你造出来的，这驱逐鞑子的旷世功劳，自然就得由你林峰来拿。朕准了。臣谢主隆恩。林峰，这支精锐，朕就交给你了。去告诉突厥人，犯我大唐者，虽远必诛。臣定不辱使命，全军听令，下放武器。这就是传说中能百步穿杨的神器，有了它，定叫那突厥狗贼有来无回。目标边疆，全军出击！李世民，你这缩头乌龟，终于敢露面了！你休要猖狂，拿无辜百姓泄愤，算什么英雄好汉？英雄好汉，我只知道成王败寇，本寒数3个数。你若再不开城门投降，这些人全都要给你们大唐陪葬。陛下，千万别开城门，别管我们！老东西，闭嘴！3，畜生！2，竭力，你今天的所作所为，我定要你拿命来偿！林峰，现在就动手，这样他们死无葬身之地！陛下息怒，再等等。还等什么？难道看着我大唐子民被他们屠戮？距离太远，手雷无法发挥最大威力。等他们攻城，我要把他们彻底葬送在城墙下。好，朕听你的。看来你们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既然你们找死，本行就成全你们。全军听令，给本寒攻城。破城之后3日不封刀。地狱的门已经为你们敞开了。李世民，你们大唐的人是被吓破胆了吗？连一支箭都不敢放。林峰，贼军都要上墙了，再不出手就晚了。就是现在，全军开火，给死去的乡亲们报仇！杀！这是什么暗器？经铁铠甲竟然被直接打穿了！本寒，上万名先锋军全军覆没了，根本冲不上去，快撤吧！撤！连工程车和云梯都不要了，全军后退！想跑？哪有这么容易？点火！唐升天发怒了，这是天降神罚，快逃命啊！林峰，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法？李世民、林峰，你们给我等着！今日之仇，我竭力迟早要你们血债血偿！全军撤军！我们打退突厥了！真是太痛快了！一往无前的突厥铁骑，面对这小小的步枪和手雷，竟然被打得落花流水。这只是个开始。林峰，一波打退突厥了，接下来该怎么办？那当然是趁势追击，穷寇莫追。突厥50万大军，哪怕损失了5万，还有45万之众，贸然出城，恐生变故。陛下放心，臣早有打算。不知陛下可敢与臣一同前去？有何不敢？来人，点齐1万坚兵，随朕出城！5万精锐呀！连大唐的城墙都没摸到，就这么全没了！
可汗息怒，大唐的火气实在太可怕了，将士们连敌人的面都没看清就倒下了。剩下的40多万大军里，大半都是负责辎重后勤的，真正能打仗的不过10几万。现在这10几万也被那一幕吓破了胆。若是找不到对抗那神奇武器的办法，这仗还怎么打？怎么回事？可汗小心！原来你们早就算计好了一切。你是不是早就料到了这一幕，提前派人埋伏在我的扎营地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可汗退兵必经此地，自然要为您备一份厚礼。启禀陛下，林大人，营内顽抗的突厥士兵已全部清理干净。我认输，但我实在想不明白，我突厥铁骑纵横草原怎么会败得如此彻底？你用的到底是什么妖术武器？这不是妖术，我用的武器叫枪和手榴弹。枪、手榴弹，就算这2样东西威力惊人，可你唐军只有区5万，凭什么能胜我50万大军？可汗，时代变了，战争的胜负靠的从来不是人数多寡，而是谁的装备更先进。在绝对的火力面前，人数不过是个一戳就破的笑话罢了。竭力以死，大唐万胜！大唐万胜！大唐万胜！宿主成功完成抗击突厥重大事件，获得系统积分乘500，当前积分余额830。830，20点属性点。这仗打得值。属性分配：智力+4，体力+5，精神力+4，感知+4，亲和力+3。当前属性：智力91，体力79，精神力78，感知83，亲和力77。剩余属性点0。智力91了，快破100了。体力79，以后起码打仗跑个几天几夜都不带喘的。照这个攒法，离终极躺平变强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林芳，这一战的头功非你莫属，若无你的神器，大唐危矣。等回了长安，朕定要重重的赏你。陛下，赏赐的事不急于一时。突厥大患已除，你还有何顾虑？突厥的危机虽然解除了，但边疆的瘟疫还在，若不尽早控制，死伤的百姓恐怕比这场战争还要多。你说的不错，可这瘟疫如洪水猛兽，药石无医，连太医院的御医们束手无策，又该如何解除？林峰，这瘟疫来势汹汹，比突厥的铁骑还要可怕。你方才说的那个疫苗，当真能解此死局？陛下，您就把这疫苗当成是给身体穿上的一层软甲，只要穿上了，那些看不见的瘟神就伤不了百姓分毫。竟有如此神物，那要多久才能弄出来？若我推断不错，片刻时间足矣。不过咱们得先去最严重地方看一眼，确认一下这位老朋友的身份。我问你，那些染病的百姓身上可是先起红点，随后变成水泡，最后结痂？回大人，正是如此，且发病极快，一人染病，全家难逃。果然是天荒。陛下，咱们去韩泉县。陛下不可！韩泉县已成死地，万金之躯绝不能以身试险啊！朕乃万民之主，百姓在受难，朕岂能缩在营帐里？朕相信林峰，出发。昔日繁华边陲，竟落得如此人间地狱，朕心如刀绞。微臣参见陛下。臣无能，让百姓受苦了。县令不必多礼，我且问你，这县里养牛的农户都在何处？养牛户，
出城往西有一片牧场，大人去那里做啥？别废话，带路。这怎么可能？周边牧民尽数染病，为何唯独他们一家毫发无损？真是奇了。臣记得隔壁养羊的王大壮，前天就断气儿了。陛下，答案就在这些牛身上。这些畜生，正是，便是咱们赢下这场瘟疫之战的关键。林峰，为何这满县百姓皆染瘟疫，唯独这几户养牛的人家竟能安然无恙？回老李，因为他们整日与牛接触，牛身上会出一种痘，人传染了牛痘，这身子便有了抗体，从此天花不侵。牛身上的痘，林大人，这简直闻所未闻！那畜生的病，难道还能救人的命？老乡，你家小儿子身上可有牛痘？关老爷，有的，那娃儿前几天刚染上。把孩子带出来，赏银100两。老李，看好了。忍着点儿，这是救命的方子。林峰，就这轻轻一划，再煮点畜生的脓水，当真能治这要命的瘟疫？老李，这叫种垢法，只需7天，我保他生龙活虎。把他带下去，好生照料，每天观察记录，如实禀报。如何？身上发热，像是有火在烧。看，他身上长出红斑了，但这精神劲儿似乎比昨日强了些。陛下，草民觉得身上不疼了，也有力气了。你好了？回皇上，草民全好了。林大人真是活神仙转世啊！林峰，仅仅5天，满朝文武束手无策的绝症，你竟用一根针就给破了。老李，这只是开始。臣林峰请命，立刻制作疫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种痘法。准奏，朕要让这天下子民从此再无天花之苦。天花绝迹，边疆重获新生。林峰，朕以前觉得这江山是靠朕一拳一脚打出来的，现在看来，若是没你，朕这皇帝怕是早被这瘟疫和突厥折腾疯了。老李，你这就见外了。当初你进我那小店儿，我就说要给你开导开导。再说了，你一上来就给我个4品官，我不拿出点真本事，怕是得被你那些御史给喷死。哈哈哈，4品，回京之后，朕看谁还敢拿你的官位说事。那咱可说好了，回京后先让我歇2天，这没日没夜的研发疫苗，我这腰都快折了。传朕旨意，班师回朝。是神仙下凡，救了咱们的命啊！此一去，平突厥，灭瘟疫，林大人真乃奇人也。大唐之幸，社稷之幸。这阵仗，怕是回京后更没法躺平了。系统给的任务越来越离谱了。昔日朕为秦王时，曾任尚书令。自朕登基，此位空知20余年，只因朕觉得朝中无人能担此重任。林飞，臣在。你立下不世奇功，救万民于水火，安社稷于动荡。今日朕破格下旨，拜你为尚书令加赵王爵，开府建衙。陛下，尚书令位极人臣，且林大人已获封王爵，这是否赏赐过重？尔等若能灭突厥50万铁骑，能瞬息间解万世之瘟疫，朕也封你为王。陛下圣明，赵王千岁。尚书令，赵王，这下彻底成了老李的首席打工人了。陛下圣明，臣林峰领旨谢恩。林爱卿，这天下的大业，朕交给你了。老李，
既然你这么大方，那我就不客气了。不过当官不是目的，让大唐改头换面才是正事。诸位请看，这叫蒸汽机，是开启新时代只有的钥匙。未来还会有日行千里的火车，更有不需要容力便能织布万匹的机器。林大人，这铁疙瘩当真能动？不仅能动，还能带大唐走向星辰大海。我们要让这世上所有的国家都向大唐俯首称臣。陛下圣明，英王圣明。林峰，朕这辈子最得意的，不是玄武门，而是那天进了你的小店。老李，大唐现在很美，你可以放心去看了。好。系统，终极任务完成了，这下我总能安心躺平了吧？这波真是不亏。